美軍彈盡糧絕拉警報，赫格塞斯在這個時候還突然間搞起了宮鬥。等一下趕快來看到美國現在軍方的宮鬥劇哦。那麼等一下也會來關心到說，包括了美國的重大的7個飛彈都快要被打光了嗎？重大落點，等一下我們會一次的來看。那麼現在來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美伊雙方正值最緊張之際，沒有想到五角大廈內部現在卻自己亂了起來。這一位呢是美國的海軍部長，他是費蘭，突然間無預警的請辭了，而且是在這種美伊可能快要爆發大戰之前，沒有想到高層竟然火速請辭，到底怎麼一回事呢？現在《華爾街日報》跟來自於 CNN 的報道特別做了一個爆料，他們認為今天費蘭會突然間無預警的請辭是跟赫格塞斯有關係的。他說呢，赫格塞斯一方面要費蘭說，你要麼就主動的請辭，要麼你就是直接被我開除。結果費蘭他是選擇主動請辭的。要知道，這位海軍部長他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呢其實是川普的一個核心的金主。那麼過去在私人投資公司，他是一個創辦人，億萬富豪，他沒有任何的軍旅的經驗但是卻可以直通的是白宮的核心圈，而且呢，被爆料因為他跟川普的關係非常非常的好，他常常會繞過五角大廈的體系，直接向川普來談軍備，而且被質疑他甚至還推動所謂的川普級的戰艦，這樣子的一個計劃，這樣子的一個消息傳出來之後，聽在赫格塞斯的這個耳朵裡面，讓他感到高度的不滿，認為說你費蘭怎麼可以繞過我，然後呢，直接去跟川普去呈報事情，所以他決定要架空費蘭。這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跟 CNN 所做的一個預測。所以說，這是一場權力的鬥爭嗎？還是赫格塞斯認為說，現在在伊朗的戰事非常的不利，乾脆找一個替死鬼來幫他頂替？那賴老師怎麼解讀？當然是一個權力鬥爭，也是一個個人的利益之爭了啊。這個跟找一個戰事不利，找一個替死鬼一點關係都沒有。原因很簡單。美國的國防部長也好，或是各軍種部長也好，是跟戰爭沒有很直接關係的。你把它想象成為一個球隊來看的話，它比較像經理，也就是說，我陸軍的部長或者我海軍部長，我就是幫海軍他們的徵兵找兵員、找球員嘛，然後再幫你們做了一些你海軍的制服啦，還有你海軍所需要的船艦啦、武器啦、炮彈啦、吃啦、喝啦、吃喝拉撒屎，那就歸我部長管，跟作戰無關。作戰是參謀長管，海軍參謀長就要有點像教練一樣。那也就是說，用兵調遣、作戰訓練，那歸參謀長的工作歸他們的這個海軍司令，還有他們的各戰區的海軍司令他們的工作所以跟戰爭部長跟戰爭是沒有關係的。是。那也就是說，這個文人部長的話，他就是一個經理而已。就是說，哎呀，我這個海軍戰爭，我海軍訓練要場地這個球場，那我是不是協調一下？那這個部長的工作。那你要用什麼球具這個部長的工作。那你想想看，當這個川普他想要造一個大海軍，他想要弄一個大海軍，要一個大海軍要造什麼戰艦？那你要造什麼戰艦？那這個就責成你部長要去管了嘛。那這個部長要造什麼戰艦，他就找這個懂的不管他的同事、幕僚，或者是軍工複合體，或者是海軍的這些參謀長，他們來開會討論。所以這些海軍的參謀長，他們就開始去思考，說：哎，我這個海軍戰略大概要怎麼樣？那我要適應這個海軍的戰略，未來的戰略，我就需要什麼樣的船艦？那我要什麼樣的船艦？我的科學家、造船工程師，他們就畫出一個圖樣，然後給他看，然後他弄完了以後都確定了，然後再看看軍工複合體，因為他金主嘛。他們就是管錢的，再看看軍工複合體有多少利益可以撈這個給這個公司撈，還是給那個公司撈？大家都弄好了以後，再跟部長做報告。那部長這邊會診完了以後，再跟總統做報告。可是問題就在於，他跟川普的關係那不非同小可他就是川普的鄰居他就是海福莊園旁邊的鄰居平常散步跑步搞不好都可以碰到川普，而且他沒事可以到這個川普的家裡面海福莊園那邊談一談愛潑斯坦或者是跟以前跟愛潑斯坦那邊喝酒，然後介紹他太太一起認識這個都有可能發生的事嘛。那你想這樣的一個川普的長期的金主，
又是一個搞錢的人，又跟軍工複合體有關。那這個對於一個國防部部長來講，他當然要考慮，那我卸任以後，我如果被 fire 以後，我總是要有一個回轉門嘛。那回轉門，目前川普要搞一個大海軍計劃，大海軍計劃那就是錢一堆錢那我如果能夠搞一些軍工複合體是跟我有關的話，是我搞成的，那我一回轉門一下我就去當某個軍工複合體的 CEO 那我撈的錢就更多了。所以這個對於赫格塞斯來說的話，你怎麼可以繞過我，直接跟川普報告呢？那結果那個造艦計劃一出來，川普一公布的時候，赫格塞斯不知道是這個人搞出來的。那這個對赫格塞斯來講，我被架空了，這個牽涉到多大的力打仗不打緊錢最重要。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跟戰事順利跟不順利無關，這最主要是跟他的利益產生了巨大的關係。好，我們看到赫格塞斯擔心自己是不是被架空呢？所以現在来整這一位這個川普的重要核心金主費蘭。那其實呢，類似的權鬥劇不是只是費蘭這一出，大家觀眾朋友持續的關心，大家還記得嗎？今年4月份的時候，其實赫格塞斯的另外一出宮鬥劇還有鬥走的這一位是陸軍參謀長喬治，而且喬治的手法是非常像的，也是突然間呢被通知說，你可以走人了，要他自己走人，而且呢，他把他請辭的關键點是在他們的部長，也就是這位喬治的長官，德里斯科休假的時候，他下達的命令，所以德里斯科非常的火大，当時呢還跟赫格塞斯大吵了一架。重點來了，這個德里斯科跟剛剛我們特別提到這位費蘭一樣，是這個有不小的來頭，他是副總統范斯的重要幕僚，還是好朋友。華爾街日報當時就報道，2025年他剛上任的時候，他曾經跟赫格塞斯提議說，來一個安排吧，讓川普呢跟這個副總統范斯到軍中一起視察，然後他還大談了陸軍的改革計劃。當然，這個赫格塞斯聽到就非常的不爽，直接怒嗆說：“五角大廈，一切由我來做主管。”宮鬥劇，楊老師又怎麼看？其實這個大概就是川普的翻版。对，赫格塞斯也不能說他是小川普，但他越來越像川普。個性，然後決策，以及處理人事鬥爭的這種情況。川普也不是太特殊啦，全世界這種政治人物，尤其掌握權力的，其實都很接近。我個人也經歷過類似的這種感受。其實他對於他的周遭的人可能會影響到3個層面的，他都會去排斥。第一，影響他的權力；第二個，影響到他的決策權；第三個呢，影響到他的媒體形象。所以呢，他不太喜歡找同階或者是有能力的人。他喜歡去找比他低階、能力又差，在年齡上、在能力上、在知名度上比他低階，然後能力也差，然後呢，能夠去眾星拱月，能夠去支持他的決策權、他的權力以及他的媒體的這種聚光度。好，不要去隨便猜測哈，我沒有在指任何人。我現在講的是川普跟赫德塞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這些這個人的運用當然就會特別去強調忠誠，強調執行，以及強調你的鬥爭力。鬥什麼呢？鬥政治人物，鬥反對黨，鬥甚至同黨不同意見的人，甚至你在同樣一個體系裡面跟你要唱反調的人。然後呢，鬥媒體，幫你去把媒體的這些可能指責呢引導到你身上，然後你可以在旁邊的觀察。所以這個大概全世界的這種政治人物都很像。只不過是在今天，美國它是權力這麼高度集中，而且又在打伊朗的這個戰爭過程當中，赫德塞斯跟川普都是非常不專業，而且整個過程當中不專業，這個走到底，而把所有的專業，把所有的這些真正有經驗的人，通通趕走，而不能忍受，即使是那種委婉的專業建議，他們都不能忍受，因為什麼？會凸顯出他們的愚蠢呢？所以就用這種鬥爭的方式，你會覺得說這是一個茶餘飯後，這是媒體報道的一個就是材料。但是呢，他就成功的移轉你，把他焦點放在這個權力鬥爭，而他最後呢掌控這個權力，把那個人給趕走。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在所有自己感受很深刻的，不是這個就是整個權力的這種運作，其實大概這個古今中外都是很像，只不過在川普跟赫德塞斯
特別的被強調。謝謝楊老師幫我們做個人經驗的一個分享，也用在國際時事上面了。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一邊是宫鬥劇，但是美國內部要趕快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它現在有7大的飛彈，其實都面臨在因為美伊戰事上面用得太快，所以面臨危機。那等一下也請這個酈將軍來幫我們稍微盤點一下，這是 CNN 特別列出來的7款飛彈現在面臨危機。第一個包括了他們的 THAAD 還有愛國者這個剩不到一半了，這個是薩德跟他的愛國者。再來精準的打擊飛彈消耗45%，再來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戰斧飛彈消耗30%，聯合空對地的遠攻飛彈也消耗超過20%，標準3、標準6飛彈消耗20%，現在預估要回到戰前水準需要到1到4年這麼多的時間。現在呢，這個盟友甚至是美國也都開始找一些外援。我們來看到是美軍在沙烏地的基地，現在導入了烏克蘭的無人機系統，要來對付伊朗。將軍怎麼看？我先將這幾種飛彈跟各位觀眾做一個介紹。我們常聽到耳熟能詳，經常聽到。那這些飛彈到底是什麼功能？第一個我們講防空飛彈，防空飛彈就是薩德跟愛國者。那薩德跟愛國者差別在是一個是在大氣層外面它就攔截了，所以薩德是負責大氣层之外攔截的。那大部分攔截的是原來當初設計這個導彈是要攔截這個，比如說是核彈，這個在大氣層外面就把你打掉嘛。那如果重返大氣層之後，那用的可能是愛國者3這款導彈來做攔截。那這2種導彈很明顯的這個已經是針對這個彈道飛彈來做攔截的。如果說對飛機來講的話，大概用不到這兩款飛彈，這是這個防禦性質的。那攻擊性質的就是下面這3種，就是精準打擊飛彈、戰斧飛彈，還有聯合空對地的這種遙控飛彈。那這3個很容易去辨識，一個是陸軍，一個是海軍，一個是空軍發射的攻擊型的飛彈，就是我要去攻擊人家陣地，攻擊人家的這種基地或者是攻擊人家的機場，用這種3種精準打擊飛彈是陸軍在使用的，這個戰斧巡弋導彈是海軍在發射的，然後聯合空對地的導彈是空軍這個飛機轟炸機在發射的導彈。那另外標6跟標3是什麼？是海軍用的防空飛彈，因為海軍他也是怕這個導彈對他攻擊嘛，所以它必須要有防空飛彈。那我們以前經常聽到提風系統，什麼是提風系統呢？它就是混合了這個標準6型跟這個戰斧巡弋飛彈的整個一個飛彈系統。我這個系統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對人家打擊，所以我們稱之為提風系統。事實上，簡單的講，它就是這2種飛彈混合在一起。那我剛剛介紹完以後，這個我們現在在講為什麼美軍這次會消耗庫存那麼多，還沒有打完這場戰，甚至於對伊朗來講根本就沒有屈服。你知道打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精算嘛，這個彈藥也是一樣，就像是這個你今天去市場去買菜，你一定要知道口袋裡面有多少錢，你要買什麼東西，那你不能去了以後，這個你才發現說我帶的口袋這個不夠深，錢不夠用。所以你不要講說這個美國跟伊朗打這個國家跟国家級的這種戰爭，就是小到一個營級去作戰。戰前我們也會仔細的盤算我的彈藥怎麼樣就做分配哈。對，我想說大家都一定聽過一件事情，就是彈藥基本吸行量幾個基數啊，或者是說主攻助攻。譬如說我當營長，那我底下有2個連這個2個連要去明天早上攻擊，那第一個連負責主攻，第2個連是助攻。那第一連主攻，我可能給他彈藥吸行量就可能給他會比較多，譬如說我會給他到70%的彈藥炮彈，那助攻連可能只給他30%，那預備隊用的可能又更少，這一定是精算過。那為什麼我會給他這麼多？因為我之前譬如說拿望遠鏡去看，敵人那邊有一挺機槍，那邊有一個炮陣地，那邊有一個步兵集結，我算好以後，他要用多少炮彈，我才會給他這麼多炮彈，才能夠決定說你當主攻，你當助攻，而不是2個人叫過來抽籤，運氣不好的抽到主攻不是這個樣子。那美國打這場仗之前，他是不是也應該要對伊朗所有的這目標這個獲得做一番的情報收集？比如說這個伊朗有多少個導彈發射陣地？有多少個機場，有多少個這種雷達設施，你都要很精準的情報收集完之後，那你要開始做火力的分配，誰是由陸軍的導彈去打，誰用空軍的導彈去打，誰用什麼東西去打，那我也要盤算敵人
這個伊朗有多少個導彈啊？它的這種我們剛剛講的呼拉姆沙夫姆那種導彈對我攻擊來講的話，那我預估我會要用多少導彈去攔截，我都精算過之後，你才能開始去打這場仗。是。那現在很明顯的，美國是說當時情報誤判錯誤啊，就沒想到伊朗這個戰力保存做得這麼好。他們的導彈完全沒被你消滅掉，所以說他現在防禦型的導彈，你看標6、標3，還有這個愛國者薩德，庫存用掉那麼多。那攻擊的導彈也是一樣，他沒有想到這個伊朗的防禦韌性這麼高哈，你去打他的導彈陣地，打他的彈藥庫，你根本就沒辦法打完，打了13000個，花那麼多彈藥根本打不完。所以我覺得這很明顯。這個美軍來講，彈藥庫存會消耗到這麼大，甚至於還要到1到4年之後才能夠補充完畢，代表美軍戰前來講，很明顯的情報誤判錯誤，才會造成今天這個彈盡援絕的一個窘境。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